腦裡最細的血管叫毛細血管，它細到大約是一根頭髮的1/10粗，整段管壁常常只由1-2個細胞圍成。現在做一個想象實驗，把這段管壁裡的一個細胞拿掉，剩下來的是一條打開了缺口的血管。血會漏嗎？洞會堵嗎？還是它會自己補起來？這次刊在 Neuron 上的這篇論文告訴我們，腦毛細血管不是水管，它是一段由很少幾個活細胞圍成的邊界，而當中少了一格的時候，整條血管會用一種我們之前沒看清楚的方式自己把缺口接回來。要回答這個問題，作者必須先發明一種方法，能精準地殺掉一個血管細胞，又盡量把影響鎖在那個細胞身上。蘇黎世大學的這組團隊發展了一種叫 ECO 的工具，他們給成年小鼠靜脈注射一種特別的染料，這種染料會貼在血管內壁的那批細胞旁邊。當研究者用雙光子顯微鏡把雷射對準某一根毛細血管裡的某一個那批細胞，光打下去，染料產生的活性氧會殺死那個細胞，旁邊的毛細血管不會跟着一起壞掉。研究者實時看到的是這樣的畫面，被選中的那個細胞核開始皺縮，這是細胞死亡的早期訊號，它的碎片以小囊泡的形式被血流冲到下游，那段血管裡的血流瞬間停下。ECO 本身不是中風的模型，也不是任何疾病的模型，它是一個非常乾淨的研究工具，第一次能在活着的腦裡看清楚一個那批細胞死亡之後到底會發生什麼。接下來的24小時、48小時發生了什麼？絕大多數被打掉細胞的毛細血管都長回來了。準確地說，10隻小鼠43根毛細血管裡有 97.7% 在48小時之內結構恢復連通。另外，追蹤血流的16根血管裡，血液不只是繞道，而是在原本那條斷了的血管裡重新流起來。血管修好的方式有2種可能，一種是長出一個新的那批細胞，把空缺補上；另一種是讓旁邊既有的細胞把自己拉長過去。研究者在修復後反復數細胞核，每條重新接通的血管，細胞核的數量比受傷前少一個。沒有新人接班，補洞的是原來就在的鄰居。少數情況下，毛細血管沒能接回來，那一段就成了空殼，血流不再經過。論文用了一個很形象的名字 String Vessel， 意思是繩狀血管，那段路被廢棄了。於是問題變成這個，是誰在修？如果你在大腦裡看血管周圍，會發現有3類細胞天天圍着毛細血管。微膠細胞平常負責清掃，心形膠細胞負責調節微環境，周細胞貼在血管壁上做支撐。教科書一直告訴我們，血管出事，這些細胞會出來救場。論文做了一件很細膩的事，他們一個一個的把這些鄰居拿掉，再看修復還會不會發生。先是微膠細胞，研究者用一種叫 PLX3397 的藥物餵小鼠1周，把皮層裡將近80%的微膠細胞清掉。結果，沒有微膠細胞圍上來的毛細血管，幾乎全部還是在48小時之內接回來了。接着是心形膠細胞，他們用一種能讓心形膠細胞局部消失的抗體做實驗，缺了心形膠細胞那一塊，毛細血管照樣修好。最後是周細胞，研究者用雷射把貼着血管的那幾顆周細胞直接消融掉，留出一條沒有周細胞陪伴的毛細血管，再把這條血管裡的一個那批細胞打掉，48小時之後它還是接回來了。這不代表微膠細胞、心形膠細胞、周細胞沒有功能，它們在發炎、屏障維持、慢性血管病變裡都扮演着真實的角色。論文顯示的是更精準的一件事，在這種急性、單一那批細胞缺失的場景裡，補洞這份工，他們不是非到場不可。那真正補洞的是誰？為了看清楚，研究者改用另一種小鼠，這種小鼠的那批細胞會發綠色熒光，連細胞和細胞之間的接縫都看得一清二楚。再做一次 ECO， 殺掉一個細胞，留下一個缺口。時間軸鋪開以後，畫面非常清楚，缺口兩端的那批細胞會把自己的細胞膜朝缺口的方向慢慢伸過去，從左邊伸過來一節，從右邊伸過來一節，兩端在中間匯合，重新粘在一起，
整條血管的內壁就接回去了。整個過程平均下來，每個鄰近細胞會把自己拉長3成左右。這個3成的數字背後其實只有5段細胞，來自同一隻小鼠。樣本小，所以數字本身不能當作宇宙定律。重要的是看到了伸過去這個動作，這不是掌心血管，是兩端把斷口接回來。那這個拉伸動作靠什麼啟動？2條訊號路上，研究者都做了藥物實驗。一條叫 VEC-FR2，可以想成內皮細胞用來感應附近的血管需要修補訊號的接收器。當研究者用一種能阻斷 VEC-FR2 的抗體去處理小鼠受傷毛細血管48小時之內接回去的比例，從對照組的100%掉到84%。如果只看24小時這個更短的窗口，差距更大，從100%掉到68%。第2條訊號叫 mTOR， 它在很多細胞裡都是重塑骨架，把自己拉長的關鍵指揮。藥物把 mTOR 抑制以後，毛細血管48小時接回去的比例從91.9%掉到60%， 24小時則從81.8%掉到50%。2條訊號路被擋住，修復就明顯變慢、變少。但這些藥物只是實驗動物上的研究工具，不是任何臨床治療方案。看到 VEC-FR2 或 mTOR 在這個機制裡關鍵，並不等於它們已經是血管修復藥。到目前為止講的都是發生在腦皮層的故事。皮層在大腦最外面，負責高階感覺和運動。如果換一個位置，比方海馬體，那個和記憶最有關的腦區，毛細血管的修復能力會不會不一樣？研究者把同樣的實驗搬到海馬體，為了能在活着的小鼠裡看見海馬，他們先在皮層上挖一個專門的觀察窗，這樣雙光子顯微鏡才能看得進去。然後再來一次，殺掉一個海馬毛細血管裡的內皮細胞，48小時之後看它有沒有接回來。結果海馬毛細血管也會自己修，但成功率明顯較低。3隻小鼠，19條毛細血管，48小時的再通率落在78.9%。這個數字會讓人立刻想到一個問題：海馬是不是修得不好？實際上，78.9%仍然是相當高的成功率。海馬輸給皮層的不是會不會修，而是修的效率。皮層的修復幾乎是滿分。論文還把皮層和海馬的毛細血管網本身做了比較，發現2個區域裡單根毛細血管上的內皮細胞數量、血管段長度都差不多，但海馬整體的血管網更稀疏，分支點更少，走向也更平直。換句話說，差別可能來自整片血管網的結構，而不是個別細胞的能力。海馬的細胞本事差不多，只是它們所在的這張網似乎讓修復路徑變得不那麼有力。看到這裡，會有一個很自然的想法：既然腦毛細血管能在24到48小時內自己接回來，那中風後死掉的血管、阿茲海默症裡退化的微血管，有沒有可能用同樣的方式被救回來？論文作者把這個邊界寫得非常清楚。ECO 不是任何疾病的模型，它造成的損傷是非常小、非常乾淨、非常局部的，一個細胞、雙光子、幾微米。中風裡死掉的血管是一大片組織同時缺氧、同時受傷。阿茲海默症的血管退化是常年慢性的累積。2種情境的尺度、節奏和細胞死亡方式跟這篇論文研究的場景差距很遠。所以這篇 Neuron 提供的不是治療方案，而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研究平台。第一次，研究者可以在活着的腦裡看清楚一個血管細胞死掉以後的修復路徑。這條路徑也許某一天能被連到中風或慢性病變的研究上，但連接過去之前，需要更多實驗、更接近疾病的模型和更謹慎的因果驗證。換句話說，看見一個動作跟知道怎麼利用這個動作來治病，中間還有相當長的距離。於是，這篇論文留下的可以濃縮成幾件事：毛細血管不是被動的水管，它是由極少數內皮細胞圍成的活邊界，少一格就足以形成一個真正的修復問題。當這格缺口出現，旁邊的內皮細胞會把自己拉長過去，把缺口接回來。它不是長出一條新血管，而是讓既有的鄰居伸過来。這個拉長動作需要 VEC-FR2 和 mTOR 這2條訊號路，訊號被擋住，修復就會變慢。
這套自修復在皮層做得幾乎完美，在海馬則打了個折扣，不是因為細胞較差，而是因為網絡結構不一樣。而所有這些都發生在成年小鼠急性損傷單一細胞尺度上。它不是中風自癒，不是治療突破，不是疾病模型。它是我們第一次把鏡頭推到這麼近，看見一個血管細胞死掉之後，活組織如何替自己修補。下次再聽到腦血管這個詞，記得它不是水管，它是會自己重新接上的活組織，只要缺口剛好夠小，只要訊號還在。